这一期可能是我做关于种草莓视频3年以来最长的一期，但是我相信这一期分享的内容是比较关键的，也是很多朋友想知道的。转眼来到了2023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更新视频了，也是忙着各种的育苗工作和草莓的照顾工作。在新年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种草莓关于配土的问题。虽然很久以前飞宇分享过一个关于草莓配土的视频，但是那个时候离我现在种草莓已经过去了2年的时间。这个在种草莓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不少的尝试和比较，到现在这样一个总结，比之前的那个配土会更进一步。关于种草莓的配土，简单来说，我总结了5个要点。记住这5个要点，你就掌握了关于种草莓配土的要领。这5个要点是：疏松、透气、有一定的营养、有一定的保水性、有良好的透水性。那些只想要要点的朋友，听到这5个要点，你就可以退出了。留下来的朋友，我们会详细的展开这5个要点该怎么去做。第一点，疏松。疏松就是让草莓的这样一个环境利于它根系的生长。因为我们都知道板结的土壤它们是比较紧缩的、压实的，根系在那里面不好向外延伸，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比较蓬松的基质。第二点，透气。透气有一定的透气性，才能让空气当中的氧气、氢气、二氧化碳等一些草莓需要的这些气体进入到土壤当中。第3点，有一定的营养。为什么叫有一定的营养呢？草莓需肥但不耐肥，特别多的肥料的话会导致草莓的根系受损、肥害，这是对草莓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有一定的营养，所以这个底肥或者说草莓基质里面的肥力要有，但不能太多。那第4点和第5点是让人纠结了，你说又要保水又要排水，那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保水我们说的是草莓本身根系生长是需要水分的，另外一点都是随着水分被根系吸收进入到草莓植株体内，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草莓生长的能量，肯定是需要保水能力的，不然我们浇一个水它就流走了。这一点是增加了我们种植管理的时间和精力。另外一点，如果不保水的话，草莓很快就因为失水，可能天气比较炎热、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就会造成缺水、干枯甚至死亡。那第5点来了，为什么还需要有良好的透水性呢？透水性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的第2点透气，第3点保水。如果过于透气或者过于保水，这样的话，过于透气就不保水，过于保水，水分和水分子填充满了草莓基质当中，也就是土壤当中的各个空隙和间隙，气体进不来。进不来的话，草莓的根系就会因为缺氧而导致根系闷根、沤根，再导致根系死亡。严重的话会导致草莓的死亡。所以最后一点是要有良好的排水性。即使是我们的草莓水分浇多了，它也能把过多的水分排出去。特别是你那边的环境，也就是未来一段时间长期的阴雨天，温度也比较低的情况下，草莓土壤持续保持高湿的状态，草莓的根系就会导致闷根、沤根。接下来我将会跟大家分享飞宇种草莓常用的几种介质。当你掌握了种草莓基质的相对配比方法之后呢，你种其他的植物也是会融会贯通的。这是飞宇种草莓配基质用的一些材料，已经给大家写上了牌子。我从将近3年前拍视频到现在没有这么细致过的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给我点个赞了。这个是蚯蚓粪、草炭、树末、椰糠、生物有机肥、珍珠岩、蛭石、缓释肥。有的朋友一看到这些这么多来配基质，头都大了。我们配基质不仅仅是这些啊，可以配的基质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性，只不过是我这儿准备了这么些，而且也不一定你需要这么多种，也许2、3种，也许你有5、6种，只要我们能做到像我刚刚总结的这5点，
就完全可以了，而不是说每个人配草莓的机制都需要多少种才能种草莓。咱们就先说一说我常用的这几种机制成分它的作用。蚯蚓粪也有人叫做蚯蚓肥，蚯蚓粪是蚯蚓吃有机质经过过复的反应排泄出来的物质，也就是它吃的牛粪呀、羊粪呀，甚至鸡粪呀，包括什么植物呀，甚至是荷塘里面的淤泥。这样的蚯蚓粪它的肥力有，但是它是比较温和，相对那些释放肥效比较快比较多的，会有效的避免草莓产生肥害。所以这样一个蚯蚓粪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有机质。那草炭就不用说了，不管是进口的还是我们东北的有人叫它草炭，有人叫它泥炭，这个我们先不展开来讲，因为大多数的说的草炭是地上部分的草，泥炭是那种沼泽里面的藻类植物，它们主要是里面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矿物质，再接下来就是有一定的保水性，比较疏松，作为一个传统的配土的这样一个机制。这个是树木，有些人会说松林，它不仅仅是松林可以做，反正就是大树的树皮给它做成一个小颗粒，这样的话它有不同尺寸的这样一个颗粒，会增加土壤里面的一个透气排水性。当然了，它目前来说是非常少养分的。椰糠呢，也是我们经常种植物比较常见的一种机制了。因为椰糠相对于草炭、泥炭来说，它的价格会便宜一些。椰糠里面几乎不含有什么养分，而且椰糠在我们种之前一定要脱盐，如果不脱盐的话，它会直接导致盐害。这个是我配草莓的一个主要的机制。那这个就是珍珠岩了。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他们以为它是化学的合成的，其实珍珠岩它是火山爆发的一个产物啊。珍珠岩的蜂窝结构能够帮助植物的根系快速附着，让植物能够很好的生长。所以珍珠岩在现在的植物育苗和植物的种植当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就是蛭石了，我用的这个蛭石的颗粒稍微有点小。那蛭石它是一个天然的、无机的、无毒的一种矿物质，应该属于是硅酸盐吧。它主要的作用，一个也是颗粒大一点的，增加土壤的疏松性、透气性。当然，蛭石也是会吸收水分的，但它最主要的对于植物来说呢，它是起到一个阳离子的交换和吸附性。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土壤中的这些物质转化成草莓的根系或者植物的根系能够直接吸收的这样一个金属离子。那这个生物有机肥和缓释肥，简单说一下，生物有机肥就是有机的肥料，是我们利用秸秆呀、农家粪呀，包括豆饼、豆粕呀这些经过腐熟发酵，再加入某些有益菌，比如说枯草芽孢杆菌呀、什么第一芽孢杆菌呀、巨大芽孢杆菌之类的，对植物作物生长有利、对土壤改良有利的这些有益菌种。我的这个是已经造成了颗粒了，这样使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便利。而这种缓释肥呢，它是带胞衣的人工合成的化学元素，它里面主要含的是氮、磷、钾这3种主要元素，而它里面可能含的这种其他的中微量元素会更多一些。那这2种我们是可选可不选的，因为我们种草莓说了，草莓是需肥但是不耐肥的一种作物，我们可以在配好土之后呢，根据我们浇水的时候可以同时肥料同步，这叫水肥一体化。像这些可以少量的加，这个后期我也会做成产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有人现在问了，你说了这么长时间又没说重点，到底怎么来搭配这些？咱们视频一开始就说了，疏松透气有一定营养，有良好的保水性，还有良好的排水性。这些5个要领，你不管用它们怎么配都可以，只要达到这些5个要点就可以了。那如果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话，会筛选出来几种让大家来参考，一个是椰糠，一个是草炭，一个是树木，一个是珍珠岩，这4种作为
基质的主要的，后续的可以添加生物有机肥和缓释颗粒肥。那它们的比例，我建议的是1份的椰糠、1份的草炭、1份的树木、半份的珍珠岩，或者1份的珍珠岩。就是说，你想要土壤更透气，就可以放1份的珍珠岩。如果你能掌握好浇水的频率，你就可以放半份的珍珠岩。那如果你怕欧根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成1份。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自己来拿捏。当然，如果没有树木，我们可以用椰糠、草炭各1份，珍珠岩半份，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在你种草莓配土上都能配出来比较简易的配土方法。再说放这个生物有机肥和缓释肥，我用的这种生物有机肥，有些朋友去年他们用过，这个肥它基本上不怎么烧苗，我已经用了2-3年了，所以它基本上是抓一把，大概是50克到100克，放在这样1加仑的盆子里面。那这种缓释肥，我们大概一般用就这样一小撮，3克左右。它们主要的作用是给草莓最基础的一个生长供肥，而在后期的大量长叶，特别是开花结果期，它们的肥力是跟不上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后续的施肥。这个话题就变成草莓施肥的话题了。你如果说有更多的选择的话，或者是有投入更大的话，像这些都可以用。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几种也不是所有呀，你们有些人会用松林、松针，或者是稻壳，或者是秸秆，或者是豆饼，或者是菌棒，再或者是不用钱随意可以找到的原土、沙子，这些都可以作为种草莓的基质的载体。至于怎么配，你们只要能达到我一直强调的那5个重点就可以了。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草莓在育苗、在提苗、在壮苗、在开花结果的不同周期，对水肥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最好，只有比较合适的。当然了，室内种、室外种，有条件遮光避雨的和没有条件的，这些种植的方法，这些环境气候，南方北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标准答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种草莓盆土基质的配比方法。那随着新的一年开始，飞宇将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种草莓的经验和知识。当然了，还会有牡丹、芍药，还有番茄、西瓜、黄瓜的种植的方法。如果你喜欢这些，可以长期关注手艺人飞宇。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每周1、3、5的晚上进入我们的草莓自习教室，跟各位爱好种植草莓的朋友一起来交流。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